千真万确。眼下至尊山庄已经与我界灵公会，还有界氏族人、元刚宗、火神们、白藏教、逍遥谷、剑神谷等势力达成协议，组建成了暂时的八方联盟。顾博说道。八方联盟？楚风有些惊讶。只有这8座势力，至于其他小势力已经被取消了此次攻打万妖山的资格，因为那些小势力不具备分配万妖山宝藏的资格。顾博说道。这究竟是怎样的宝藏，竟然能够让8大势力组建联盟，统一行动？楚风问道。据黑禅王说，万妖山内真的有座神秘高人留下的遗迹，在那遗迹中有很多神奇的宝物，甚至还有骑兵。当年的与姜氏皇朝对抗的妖王，就是在那遗迹中得到了莫大的机缘，才会有那般强横的实力。而如今万妖山的妖兽则把这些宝物奉为神物，供奉在了一座地下宫殿之中。顾博解释道。而听了此话，楚风的思绪则是急速变化，因为他知道是他想要的东西被8大势力发现了。我今日跟你说的事都是机密，唯有这8座势力的高层知道，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顾博凝重地提醒道。你放心吧，我肯定保密。对了，那他们什么时候行动？楚风追问。需要等上一段时日，毕竟那剩下的4大妖王都不是好对付的角色。据说若不是第一次攻打万妖山，若不是紫轩辕及时赶到，秦雷等人很可能就遭遇了不测。所以这一次他们准备动真格的了。顾博说道。他们准备怎么做？楚风问道。8座势力，每座势力都要派出1位天无5重的强者，以及10名天5境的强者，组成一个天5境的超强队伍，一举扫平万妖山。顾博说道。这么说来，他们还真是认真了。楚风眉头微皱，80多名天5境的强者，其中8位具有天无5重的修为，这样的阵容，在九州大陆之中，除了姜氏皇朝外，有哪座势力能够抗衡？这可是相当于集结了8大势力的最强战力。就算万妖山再强，如今还有4大妖王坐镇，但是也显然无法抵挡。楚风虽然希望至尊山庄这方能够压制万妖山，但可不希望人类横扫妖兽。若是直接将妖兽横扫了，那么宝藏就会直接落到人类手中，楚风根本无法讨到任何便宜，更别说拿到他需要的宝物了。是啊，这次真的是动真格的了，毕竟那可是非常诱人的宝藏。骑兵那可是会让人疯狂的东西。不过4大妖王的实力也不容小窥，毕竟妖兽的体质本就强横，尤其是4大妖王都是具有特殊血脉的妖兽，若是他们拼命的话，恐怕8大势力的联盟也要有些麻烦。所以这一次派出的都是老一辈的强者，我徐仲宇大哥极力申请参战，都被长老拒绝了。顾博详细的对楚风讲述着这些不能外透的秘密，因为他没把楚风当外人。在此之后，过了数日的时间，顾博又来告诉楚风说，他界灵公会的副会长以及一干当家长老已经秘密来到了至尊山庄，界氏族人的副族长以及一干当家长老也一同抵达了。又过了2日，顾博又来告诉楚风说，元刚宗宗主、火神门门主、白藏教教主、逍遥谷谷主亲自带领当家长老来到了至尊山庄内。而在同一日的晚上，剑神谷的谷主以及剑神谷的顶尖强者们也都秘密来到了至尊山庄。这8方联盟已经全部抵达，大战一触即发。第2日清晨，至尊山庄庄主将参加联姻大会的所有人都再次叫到了当日的山峰之巅，先是对此次在万妖山内不幸遇难的人进行哀悼，随后又主动揽下了此事责任，答应向那些不幸者所在的势力进行高额的补偿。而最后他宣布了一件事，那就是联姻大会还要继续，只不过这次不再是进入万妖山内一殿，而是在至尊山庄内，让所有参加联姻大会的人自由相处。这次期限同样为12日，12日之后，参加至尊山庄的姑娘们将在这座山峰之巅说出自己中意的郎君姓名，而那时也是这联姻大会圆满落幕的时候。12日之后，联姻大会圆满落幕，的确是圆满落幕。估计那个时候也是他们8方联盟凯旋而归，平分万妖山内宝藏的时候吧。此刻，楚风在自己的宫殿内喃喃自语，因为在今日清晨宣布完联姻大会的事情后，至尊山庄庄主秦雷便离开了至尊山庄，与他一同离开的还有来自另外7座势力的顶尖大人物，他们前往的地方自然便是万妖山。而楚风也在进行最后的准备，他这些时日足不出户，可不是闭关休息，而是日夜不停的回想钻研当日那神秘妖兽给他看的万妖山地图。楚风必须再去万妖山，因为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不能让那件能够让精神力得到提升的宝贝落到其他人的手中。但是此次前往万妖山的高手实在太多了，最主要的是面临珍贵的宝藏的时候，楚风将没有盟友，无论是人类还是妖兽，都将是他的敌人，所以楚风就必须更深入的了解万妖山的结构，了解那藏匿宝藏的地方。不过可惜，楚风记忆力有限，那张地图记载的也是有限。楚风只是知道前往那地下宫殿的路线，却无从得知在那其中有着怎样的危险。突然，一道紫光自楚风的身前一闪而过，一道亮丽的倩影已是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前。那紫色的裙摆，那甜美的面容，以及那连楚风都看不清的速度，正是紫菱。我说你这丫头能不能不这么神出鬼没的，吓到了我，你负责吗？楚风正在思索万妖山的事情，被紫菱突然这么一闹，的确被吓了一跳。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刚刚在想什么呢？这么鬼鬼祟祟的。紫菱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滴溜乱转，似是要看穿楚风的心事一般。你才鬼鬼祟祟的，老实招待。这大白天的你就跳我窗户，是不是想对我欲行不轨？楚风一笑，随后便将那邪恶的眼睛看向了紫菱那玲珑的娇躯，尤其是紫菱胸前那凸起的饱满弧度，更是看得楚风欲火焚身，腹下无法自控的起了反应。你在乱看，我就挖了你的眼睛。见状，
紫菱那白皙细腻的小脸顿时化作红彤彤的红苹果，伸手就要打楚风。好，不看就不看。说实话，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我可没跟别人说过你是天赐神体的事。楚风笑嘻嘻的道。你听得天赐神体4个字，紫菱小脸顿时变得紧张起来，身形一纵，便来到楚风身前，用那玉手紧紧地堵住了楚风的嘴。与此同时，他将精神力扩散而出，发现周围并没有他人后，才长舒了一口气，有些埋怨地看向楚风道：“我来找你是有事要你帮我，什么事？”楚风挣脱了紫菱，好奇地问道：“想必你也应该听说了，我至尊山庄与界灵公会等势力组建了联盟的事情。那万妖山内的确有座宝藏，我对里面的宝物没什么兴趣，但我对强大的武技很有兴趣，所以想过去看看。”紫菱说道：“你既然是要去万妖山，那直接和秦雷他们去不就可以了？难道说以你的身份想和他们去，他们也不带你吗？”楚风问道：“当然不可能带，这一次出动的全部都是老一辈强者，若是我去了，那也就等于破坏了规矩。何况就算他们肯带我去，我也不会去的。和一群老家伙去，束缚太多，未免也太无趣了。我要自己去。”紫菱撇了撇小嘴，那绝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贪玩的可爱模样。“那你为何要找我？我能帮你什么？”楚风故作不解，他对紫菱始终心怀戒备。“别装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里的目的，不也是为那万妖山的宝藏吗？我爷爷已经跟我说了。”紫菱狠狠地白了楚风一眼。“他和你说什么了？”楚风眉头微皱，他不害怕紫轩辕对紫菱说什么，他其实害怕紫菱对紫轩辕说什么，毕竟他可是欺负过紫菱的人。他说：“你掌握着一份特殊的地图。”他还说：“你掌握的那份地图肯定和黑禅王所说交代的地图一样，所以我若是想去万妖山探险，就要带上你。”紫菱撇嘴道。而听得此话，楚风则是陷入了沉思，他在思索紫轩辕究竟是敌是友，这个神秘的老人究竟卖的什么关子。最终楚风也未能想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他却知道紫轩辕暂时绝对不会害他，紫菱暂时也不会害他，并且他眼下也是要去万妖山的。若是有紫菱帮忙，那可就再好不过了，毕竟这位天赐神体很强，有者不输与天武境的战力。最主要的是，他还是一位蓝袍界灵师。蓝袍界灵师那特殊的能力，在探索未知的事物之时，实在太有用了。于是楚风点了点头道：“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动身，一定要追上他们才行。”等一等！可就在这时，紫菱却拦住了楚风，说道：“事先说好，咱们此次是秘密行动，最好避免和八方势力的人接触。此行若是有收获，也只归你我个人所有。这个我赞成。”楚风笑着点了点头，这也是他想说的。还有，若是发现武技秘籍，归我；玄药天药归你。紫菱补充道：“若是骑兵呢？”楚风问道：“你真相信那万妖山内会有骑兵？”这个不能确定有，但也不能确定没有。万一有呢？那就在意。紫菱话罢，便拽着楚风直接从窗口掠了出去。如今的至尊山庄守卫森严，不仅是对外，对内也是一样。这个期间不得任何人离开山庄。但是紫菱是什么身份？他的爷爷紫轩辕可是如今至尊山庄的坐镇人，所以紫菱要离开，那自然是轻松自如。喂，丫头，你出来，怎么不带一只彩鹤？难道你想走到万妖山？走出至尊山庄后，楚风发现紫菱并没有召唤白头雕或者彩鹤的意思，这丫头似乎是准备徒步而行。本姑娘出门向来喜欢靠自己。紫菱鄙夷地看了楚风一眼，随后脚步一动，身下竟升起一道姿色的光华，紧随其后腾空而起，直冲云霄。这丫头竟也掌握着可以踏空而行的身法武技，并且看那模样，似乎比楚风的御空术还要高明许多。因为紫菱御空而行的速度极快，楚风将御空术施展到极致，才能勉强跟得上紫菱。最主要的是，楚风虽然是施展出了御空术的全部力量，可紫菱却显然未尽全力。这种情况下，楚风灵机一动，步伐一换，龙游九天这一特殊的武技便被他施展而出。那青色的小龙再次出现在了胯下，瞬息便超越了紫菱，并且很快消失在了前方的天际。这家伙看着那急速远去的楚风，紫菱的双眼急速放大，眼中尽是吃惊，被楚风那恐怖的速度所惊到了。楚风自然不会甩开紫菱，而是骑着青龙在天上转了一圈后，便再度回到紫菱的身旁，笑嘻嘻地说道：“丫头，怎么样？我这座驾还不错吧？你就是靠这个甩开宋清风他们的？”紫菱的眼眸仔细地打量着楚风胯下的青龙，似是想要看穿楚风的这一武技究竟是怎么凝聚而成。对于这个问题，楚风并未回答，而是说道：“来到哥哥的身后来，哥哥载你一程。”哼，又想占我便宜，休想！紫菱撇了撇嘴，看出了楚风的不怀好意。你想的未免太多了吧？如今我哪有那个心情？八方势力的人马已经先行半日了，以你这种速度，根本无法追赶上他们。若是他们真的势如破竹，直接将妖兽的防御击溃，拿到了所有宝藏，那你我不就是白跑了一趟？楚风解释道。听得此话，紫菱也觉得不无道理，于是他娇躯一动，跃到了楚风的身后，坐在了那条青龙之上。这就对了，抱紧哥哥，休想！那你可坐稳了。楚风一笑，随后猛然加速，突如其来的冲力使得紫菱尖叫一声，身子便猛然向后仰去，险些自这青龙之上摔落而下。无奈之下，他只好探出玉手，紧紧地抓住楚风的衣衫，以此来保持平衡。不得不说，这龙游九天的速度真的很快，只是短短2日时间，楚风便追上了八方势力的人马。只不过楚风却并未靠近，而是偷偷地尾随在他们的身后。已经得知宝藏所在的八方势力，在进入万妖山的中心后，便直接发动了攻势，想要开启那宝藏的入口。集结了80多位天武境强者的他们，所向披靡，根本没有妖兽可以阻挡，直接打开了那道地宫的入口。
进入了其中。这一刻，楚风和紫菱本想尾随其后跟着进去，可突然间紫菱却是神情一变，拽住了楚风。起初，楚风还不解紫菱为何拦住自己，但是很快的，自远处的丛林之中便窜出一道身影。那道身影速度极快，几个跳跃之间便掠入了地宫的入口。但是楚风和紫菱还是认出那人是谁，正是姜氏皇朝的小天才姜无伤。这家伙果然也是奔着宝藏来的。紫菱原来也早猜到了姜无伤的目的和消失的原因，随后对楚风问道：“你确定这里就是宝藏的所在地，不是妖兽所设的陷阱？宝藏就在这里应该没错，但究竟是不是陷阱，那就未知了。”楚风说道：“跟着我，记住，你千万不要动用精神力，因为在八方势力的人马之中，至少有着10名以上的蓝袍界灵师。以你如今的实力，只要动用精神力，就会被他们发现。”紫菱凝重地提醒道。而楚风也是认真的点了点头，他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厉害性，所以这一路走来，他都未曾动用精神力，而是一直由紫菱感应一切。这也是为何刚刚姜无伤靠近，紫菱感应到了，但是楚风却没有感应到的原因。随后，紫菱与楚风便尾随在姜无伤的身后，向着八方势力开辟出的地宫通道行去。八方势力太强了，一路势如破竹，妖兽也好，机关也好，结界也好，没有什么挡得住他们。但是一路走来，楚风却见觉不对，至于哪里不对，他也说不好。直到姜无伤突然止住尾随八方势力的步伐之后，楚风和紫菱才发现了哪里不对。此处的地宫已经很宽阔，其实地宫倒不如说这就是一座宽敞的地下岩洞，因为除了荧光石或者是一些不灭火种外，什么布置都没有，异常简陋。而在八方势力在继续深入的时候，姜无伤却突然止住步伐，走向了一面墙壁。他拿出了一个特殊的物品，像是一个钥匙，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他凭借那把钥匙，竟在那墙壁之上开启了一道大门，并且那道道门之中散发着一种极其特殊的气息。当这股气息散发出来之后，楚风不由面容一变，因为他惊愕地发现，这股气息是如此的熟悉，在修罗鬼塔的时候，甚至在蛋蛋的身上，他都感觉到过。这竟是修罗的气息，只不过这道散发着修罗气息的大门，在姜无伤走入后便消失不见了。那面岩壁再次恢复了刚刚的模样。这家伙果然知道一些事情，看来他走的才是正确的路。楚风靠近后，开始仔细地打量这面岩壁，以他的结界之力，能够感觉到这面岩壁很特殊，但却根本无法开启。于是他只好将求助的目光看向紫菱，怎么样？你能开启吗？不好说，这座岩壁太古怪了，不过却可以试上一试。紫菱也没有信心打开这道岩壁，但这种情况下却别无他法，必须拼尽全力。为了保险起见，紫菱先在这块土地布置了一层隐藏结界，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够看到他和楚风在这里，也没有人看到他在做什么。布置完隐藏结界之后，紫菱意念一动，在他的身前竟出现一座2米宽3米高的黑洞，那黑洞之中满是符咒，看不见底，散发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气息，像是延伸向了另一个世界。突然，在那黑洞之中竟然浮现出一道身影，最终自那黑洞之中竟走出一个人。不，那不是人，准确的来说，更像是一道神识，但又与神识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一个女子，她长得不是很美，但却很有气质。最主要的是，她的身高竟然高达2米半，浑身上下金光四射，所传的衣着也是气势，而她所散发出的气息竟然是天武2重。拜见主人。当这名奇特的女子出现后，竟然对着紫菱恭敬的施以一礼。我现在要布置一座仙法结界阵，需要你的仙力帮忙。紫菱也并未废话，而是直接动手，开始在那岩壁上布置结界阵。与此同时，那名奇特的女子也是自她体内散发出一种特殊的力量，不断的融入到紫菱所布置的结界阵中。那种力量很特殊，像是阳光一般，但却又有所不同。总之让人非常舒服，仿佛是凝聚了天地间的正气一般。最主要的是，这股力量也很强大，甚至让楚风觉得这样神奇的力量本不应该存在天地之间。但这不会是与紫菱缔结契约的戒灵吧？楚风在心中好奇地问道。没错，这是一只来自仙灵界的戒灵。这丫头很厉害啊，竟然能够沟通仙灵界，并且让比她强大2重境界的戒灵臣服于她，为她效力。但竟也难得地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仙灵界，这仙灵界的戒灵很厉害吗？楚风好奇地问道。最厉害的倒是谈不上，但绝对不弱就是了，可以说是7灵界中第2强的吧。蛋蛋解释道。那么最厉害的呢？最厉害的一界是哪一界？楚风追问道。这还用问？最厉害的当然是我修罗界。若是哪个戒灵师能与我修罗界的戒灵结缔契约，这绝对可以成为他炫耀的资本。蛋蛋得意地说道。而听得此话，楚风也很开心，因为那至少说明他所能沟通到的一界是7灵界中最强的一界。不对啊，戒灵不是不可以脱离主人身体的吗？紫菱的这只戒灵怎么跑出来帮他了？可是仔细想想，楚风又觉得不大对劲，毕竟他体内的蛋蛋也很强，但是却只能困在他的体内，而无法出来帮他，最多是借用他的身体施展一下自己的力量而已。所以他在想，若是蛋蛋也能出来帮他，那该多好！毕竟蛋蛋掌握的力量是那么的强大，甚至可怕。况且有蛋蛋这样一个绝世小美女陪在身边，那日后他就再也不会孤单一人，生活也会变得丰富多彩，更加有趣。笨蛋，谁说戒灵无法脱离主人身体的？若是戒灵无法脱离主人的身体，那戒灵怎么帮助主人战斗？它的价值何在？蛋蛋狠狠地鄙视了楚风一次。那按照你这么说，戒灵不就是可以离开主人的身体，以自己的意识进入我们的世界了？楚风越发喜悦，他真的特希望蛋蛋能够以本体陪着他，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的。至于这个范围的大小，
则是取决于主人的实力高低。当然了，要想让戒灵脱离精神空间，进入你们的世界，以自己的意识帮你做事，那就需要建造一座连通你精神空间的大门。这座大门叫做戒灵大门。当然了，若想开启戒灵大门，就至少要掌握蓝色结界之力，也就是说，必须达到蓝袍戒灵师的实力才成。蛋蛋解释道：“那岂不是说，只要我日后成为蓝袍戒灵师，就能让你脱离我的精神空间，与我一起生活了？”这一刻，楚风狂喜，因为他知道蛋蛋并不喜欢待在自己的精神空间内。毕竟蛋蛋那样一个开朗活泼的小丫头，怎么可能喜欢独自一个人？她应该非常喜爱热闹才对。而听了此话，蛋蛋则是心头一暖，因为他心领神会地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于是甜甜地笑道：“对啊，所以为了女王大人的自由，你可要加油哦。”而就在这时，紫灵的仙法结界阵已是布置完毕，绽放起了耀眼的金色光芒。而奇异的是，在这金色光芒的笼罩下，那座完好无损的岩壁竟渐渐浮现出一座大门的模样，并且缓缓开启。紫灵竟然成功了，丫头不错呀！见状，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少贫嘴，快跟上！”紫灵意念一动，便再次开启出一道戒灵大门，而他的戒灵也是自己返回了紫灵的精神空间内。在此之后，紫灵便快速地向那岩壁大门内部走去，而楚风也是赶忙跟上。楚风二人刚刚进入，身后的大门便关闭了。而这一刻，楚风发现这座通道可比外面的岩洞要精致得多。这里四面的墙壁都是特殊的岩石打造，上面刻画着华丽的纹路，彰显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大气。最主要的是，楚风在那墙壁上感受到了特殊的结界之力，而那结界之力散发着修罗的气息。建造这里的主人也是一位与修罗灵界通灵的戒灵师。淡淡说道：“是那位被困在修罗鬼塔内的妖兽吗？”楚风问道：“这个不好说。”淡淡摇了摇头，顺着这条通道前行，视野变得越来越宽阔。而楚风与紫灵也发现了一些机关，只不过这些机关都被解开了，并且都是刚刚解开的，不用想也知道一定是江无伤做的。这种情况下，楚风与紫灵都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因为他们害怕江无伤先寻得宝藏，那样他们可就要吃大亏了。快跟上！突然，紫灵眼眸一闪，似是感应到了什么，开始施展出身法武技，在这通道内急速奔跑起来。而楚风也不怠慢，御风术施展而出，便赶忙跟了过去。在这种速度之下，楚风与紫灵很快便走到了尽头。在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堂，这里当真是金碧辉煌，因为此处的一切都是由黄金打造，一片金芒。且在殿堂的中心是一大片宝藏，各种奇珍异宝，各种圆珠玄药堆积成了一座小山，甚至在那宝藏堆积成的小山之中，还有这数本极其古朴的书籍也摆放在那其中，显然不是玄功，就是武技。终于被我找到了！见到这些，紫灵大喜，娇躯一纵，裙摆飘动之间，已是向那殿堂飞掠而去。等等！而这一刻，楚风则是赶忙喝止，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这里他并未看到江无伤的踪迹，可是这里却明明已是尽头。果不其然，就在紫灵刚刚踏入殿堂之际，那整座殿堂竟一阵扭曲，眼前的画面开始急速的变换，缩成了一团，向紫灵包裹而去。楚风救我！此时此刻，紫灵本想闪躲，但是奈何那扭曲的画面已是将他包裹在其中，让他失去了逃脱的能力。好厉害的幻象大阵！当殿堂彻底消失后，真实的场景浮现在了楚风的眼前。眼下，在楚风的前方，哪里是什么金碧辉煌的殿堂，而是一座凝聚了强横结界的泥潭。而在那泥潭之中，紫灵正在下陷，任其再如何挣扎，也无法摆脱那周围的一切。是你们！与此同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也是响起，是江无伤。此刻的江无伤也陷入了那泥潭之中，并且他的大半个身子已经陷了进去。看到楚风和紫灵后，满脸的惊讶。而此刻的楚风也不怠慢，赶忙布置一道结界阵法，随后盘坐而下，双掌叠加，突然暴喝一声：“破！”此话一出，自那浮光萦绕的结界阵中，便爆射出2道光芒。那光芒笼罩住紫灵与江无伤后，只见无数道符咒如同虫子一般开始钻进那泥潭。在这种情况下，紫灵与江无伤那下沉的速度竟然得到了缓解。紧随其后，楚风胸前的手印一变，竟有2条符咒凝聚而成的结界锁链自那结界大阵爆射而出，最终缠绕在了紫灵与江无伤的身上。在此之后，楚风又是暴喝一声，与此同时，叠加的双掌猛然握紧，浑身上下都紧绷在了一处，并且脸色开始变得苍白，豆粒大的汗珠不断自其脸颊滑落而下，磅礴的结界之力毫无保留地向那结界大阵灌输而去。不过好在楚风如此卖力的情况下，那结界绳索也是开始向回收缩，这使得已经陷入泥潭内的紫灵和江无伤开始在缓缓上浮。这种情况使得紫灵与江无伤皆是大喜，因为这说明楚风的手段起到了作用，楚风可以救他们。终于，紫灵率先被拽了出来，在没有了幻象干扰的情况下，他身轻如燕，恢复了原本的实力，以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了楚风的身前。可就他落地之际，只见其玉手握拳，在其手中竟凝聚出一把结界符咒剑，随后对折楚风，那拉扯江无伤的结界锁链猛然挥下，只听咔嚓一声，竟将楚风的结界绳索斩断。你干什么？见到这一幕，楚风恍然大惊，不由高声喝道。而紫灵倒是显得异常淡定，消散手中的结界符咒剑后，轻轻地揉擦起自己的玉手，平静地说道：“不能救他，为何不能救他？”楚风满面不解，这还用问吗？他是你我的对手，会与你我抢夺此处的宝藏。紫灵解释道：“不会的，我不会与你们抢夺宝藏。救我！楚风救我！只要你救我，我便马上离开这里。”江无伤恳求者面临生死之际，这位身份高贵的少年
也是展现出了内心的恐惧。不要相信他，我若没猜错，他是姜氏皇朝的人。你今日救了他，就算他现在会离开此处，但是日后也定会向你我报复。紫菱插嘴道：“不，楚风，你相信我，我绝对不会报复你们。今日之事，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见紫菱当真要见死不救，姜无伤彻底慌了。而这一刻，楚风则是眉头紧皱，目光如炬，他思绪急速转动，思考着很多问题。最终，楚风以那如鹰一般凌厉的目光，紧紧地注视着姜无伤的面容，问道：“姜无伤，我二人今日救你，乃是对你有恩，我相信你不会是一个恩将仇报之人。”话罢，楚风双掌再次叠加，又有一道结界锁链，便自他身前的结界大阵爆射而出，再次缠绕在了姜无伤的身上。而这一次，紫菱的眼眸则是一阵闪烁，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埋怨，但是他却没有再度出手阻止楚风，而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最终，楚风成功将姜无伤解救出来，而姜无伤也果然没有对楚风和紫菱出手，只不过被救出来后，他先前的卑微却是褪去，换来的是以往的那副高傲的神态。只不过可以看出，他对楚风还是非常感激的。楚风，今日的恩情，我将无伤记下了，日后有机会，我定会回报。不过，我奉劝你一句，这里不是你我能够探索的，你还是和我一同离开此处吧。姜无伤对楚风说道：“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既然来了，我楚风就绝对不会无功而返。你走吧，希望你能够遵守你的诺言，不将今日之事告诉任何人。”楚风说道：“放心，我姜无伤向来说话算话，既然你不听我劝，执意前行，就将这个收下吧，也许对你会有一些帮助。”见状，姜无伤也不再劝楚风，而是从乾坤袋内取出一张卷褶的羊皮纸递给了楚风，随后便向来时之路走去。而在目送姜无伤离去之后，楚风才将那羊皮卷打开，发现这是一幅地图，但却又并非是完整的地图。这地图上记载了进入这座地宫的入口，也记载了一些机关的位置以及破解方法，但却也没有将所有机关记载在这上面。比如眼前的这座泥潭，刚刚的幻象阵，在这地图上就是没有的，也难怪姜无伤会陷进去。这地图可有可无，还是要靠咱们自己。紫菱也走过来，看了一眼这地图，随后便开始在地上布置结界阵。那结界阵完成之后，化作一缕红光，凝聚成一座桥，跨越了眼前的那道泥潭，连通到了泥潭的另一边。这泥潭内有吸力，御空而行，定会被吸入其中，还是谨慎一点为好。话罢，紫菱便率先踩着红桥而过。先前大意过一次的他，这次开始变得谨慎起来。之后，楚风与紫菱一路前行，破开道道关卡，最终发现了一个问题：地图上记载的关卡较为古老，似乎已有很长的年头。这些关卡在破开的一段时间内是会重新修复的，手段非常高明。若不是有这张地图，哪怕就是紫菱想破开这些关卡，也需要费很大的力气，甚至未必能够解开。而同样的，也有很多类似于刚刚的幻象阵的机关，这样的机关都是地图上所没有记载的。只不过这些机关布置的时间看似没有那么古老，虽然也很高明，但却不如地图上记载的高明。这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这里曾有2个人在2个时代布置过机关，并且就算这里有宝藏，也不应该布置这么多道机关。与其说这些机关用来防止闯入者的，更不如说这像是在考验闯入者的，因为后面的关卡明显越来越难，但却又并非无法破解。最主要的是，很多机关虽然会置人于死地，但也会给人留下一线生机。就比如之前的泥潭，假如那不是泥潭，而是其他机关，也许紫菱和姜无伤早就死了。不过好在紫菱的精神力很强，实力也不弱，尤其是他的那纸仙灵界界灵，战力更是强悍的不得了。在这种情况下，楚风二人终于来到了这地图的终点。这里出现的是辽阔的殿堂，这个殿堂非常之大，像是一座广场，足以容纳数十万人。而这里的大体结构与之前看到的金碧辉煌的殿堂简直一模一样，只不过这里的殿堂中心可没有什么宝藏，甚至根本谈不上金碧辉煌，相反还破旧不堪，因为这里四周的墙壁皆是被人破坏的。这墙壁很特殊，以我如今的实力都无法破坏分毫，将这里破坏的人一定很强。紫菱仔细观察着这座墙壁，满脸吃惊地感叹道：“这墙壁上似乎是记载过什么，破坏这里的人应该是不想让其他人看到那些吧。”楚风也是发现了一些端倪，真是可恶！我若没猜错，这墙壁之上记载的应该就是那位修武高手留下的东西，而破坏他的就应该是当年被姜氏皇朝老祖击败的那个妖王。毕竟相传他就是因为得到了一些传承，才会变得那么强大。紫菱背持锦盒，显得异常气愤，只因那妖王的自私之心，便毁坏了一位前辈留下的宝贵遗产，使得后人再也无法得到好处，实在是令人气愤。不对，这里似乎并非是地宫的尽头。突然，楚风说开口道：“为何这么说？”紫菱好奇地问道：“你来看看这个。”楚风指着自己手中的地图，这是……而当紫菱靠近，仔细看着楚风所指的地方后，也是不由神情一变。楚风所指的地方就是如今的这座殿堂，只不过地图上这殿堂的中心有着一件东西，可是此刻这里却并没有。最主要的是，若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其实这座殿堂有2层，可是此刻出现的只有1层。这说明，要么在这殿堂的下方还有1层，要么在这殿堂的上方还有1层。这里并非真正的尽头。当紫菱发现这一变故后，他便赶忙来到那地图上标示了物体的地方，在此处布置了一道结界阵。随后只听他轻喝一声，开那结界阵便绽放起耀眼的光华，
而与此同时，在那结界阵所在的方向，竟然出现一座萦绕七色光芒的石台。那石台浮现之后，光华越来越盛，最后竟映射上，笼罩了殿堂的顶部。而最为奇异的是，在那七色光芒的笼罩下，殿堂的顶部竟然开始变化，那特殊岩石的越来越淡，最终竟然开始消散。浮现在楚风与紫菱眼前的是另一座殿堂，那殿堂的形态与这座殿堂相同，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在上方的殿堂中心悬浮着一道符咒，那符咒漂浮在半空之中，散发着奇异的能量，仿佛在那小巧的符咒之中蕴含着万千变化一般。而最主要的是，在那符咒的外面有着9个金色大字悬空而立，九段武技，竟是九段武技。看到九段武技的4个大字，紫菱顿时眼前一亮，娇躯一纵，便飞奔而起，探出玉手，便飞奔而去，向那蕴藏着9段武技的符咒抓去。这丫头好快的速度！见到这一幕，楚风眉头紧皱，因为他知道紫菱之所以如此快速的动手，一定是因为害怕自己先他一步抢夺那9段武技。这丫头显然还并未完全信任于他。可是紫菱的纤纤玉手还未碰到那道符咒，一层奇异的能量波动便扩散开来，瞬息弥漫了上方的整座大殿。紧随其后，在紫菱的四周竟凭空出现数道金色的结界锁链，那结界锁链宛如游蛇一般，在紫菱的身上缠绕，将她捆绑得严严实实。可恶！这一刻，紫菱运转全身的力气想要挣脱，但是奈何刚刚用力，那金色锁链便急速收缩，就快要勒入她的骨骼。那肉体仿佛要被粉碎的疼痛，使得紫菱的小脸顿时变得苍白，大片的汗珠自额头滑下，疼得不由得尖叫起来。怎么会这样？这竟然也是机关！可是我以精神力探知，明明没有任何问题啊！看着那在上层殿堂饱受折磨的紫菱，楚风神情微变，因为他根本看不透那殿堂的机关在哪里，不知道该怎样去解救紫菱。因为那金色的结界锁链实在太过强横，凝聚的结界之力是楚风从未见过的，简直是无解。而就在这时，在紫菱身旁的空间忽然一阵蠕动，随后竟然出现了一道身影，这是一道神识，身体为半透明色，但这道神还是一位戒灵师，因为他穿着一件戒灵袍，将他的容貌遮盖得严严实实。而最令楚风吃惊的是，这道神识所穿的戒灵袍非常的不一般，金芒四溢，威严大气，其中刻画的符咒也是非常的特殊，仿佛每道符咒都拥有万千变化，无穷力量。那人穿的竟是戒灵金袍，金袍戒灵师。楚风满面吃惊，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在九州大陆，紫袍戒灵师已是无人打倒，宛如神话一般，但是此刻在自己的面前竟然出现一位金袍戒灵师，这让楚风如何能不吃惊？与此同时，那位金袍戒灵师也是将目光看向楚风，他的双眼如鹰，宛如2道利刃，刺穿了楚风的身体，看穿了楚风的一切，让楚风无法抵挡。这便是金袍戒灵师的力量，太可怕了！除了我丹田内的神泪，似乎一切都被他看穿了。楚风再次大吃一惊，甚至额头不由流下了片片冷汗，因为他发现眼前的金袍戒灵师实在太可怕了，他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人，只是一眼便洞穿了他的一切。而在看了楚风一眼后，那金袍戒灵师也是表现得有些意外，随后发出一声中年男子的声音，小小年纪竟然与修罗戒灵缔结了契约，不简单吗？小子，你与这姑娘是什么关系？回前辈，她是我的朋友。楚风恭敬地回道。面对这位，他不敢有所不敬，因为对方太强大，他掌握的力量绝对是楚风无法想象的，恐怕对方只要意念一动，楚风便可灰飞烟灭。只是朋友吗？金袍戒灵师淡淡地问道，声音中有所质疑。不只是朋友，他还是我的心上人，恳求前辈能放过他。楚风恳求道。放过他？看来你是想救他。金袍戒灵师好奇地问道。想，当然想，只要前辈能放过他，想让我如何，我都愿意去做。您可以折磨我，但请你放过他。不知为何，当楚风看到紫菱那痛苦的模样之时，他实在于心不忍，哪怕自己去代替他承受那种痛楚，他也愿意。原来还是个痴情种。可是你要清楚，刚刚他见到我这武技之时，可是根本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而是私心极重，想要自己获取。这样的女子也值得你爱。金袍戒灵师似是在提醒楚风，紫菱是一个私心极重的女子，也许在前辈看来她不值得，但在楚风眼中她值得我奋不顾身的去爱。楚风坦然的笑了，满面的真心。楚风并不是真的爱紫菱，他对紫菱也一直有戒备之心，怎么可能爱上她？只是他不想紫菱受伤害，并且他知道，若是这位金袍戒灵师不想楚风和紫菱活着离开的话，楚风说什么都没用。面对这样的高手，当你擅入对方的领地，惹得对方不满之后，绝对不是简单的几句求饶就能打动对方，让人家放过自己的。此刻，既然对方还未直接动手了结楚风与紫菱的性命，而是一再询问楚风一些问题，那就说明对方也许还并不想杀掉楚风和紫菱，至少暂时是这样。若是他真的还不想杀楚风和紫菱，楚风和紫菱就还有一线生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楚风俘获紫菱芳心的最佳时机。在之前，楚风再怎么说自己喜欢紫菱，紫菱都不会相信，反而会感到厌恶，觉得楚风是花言巧语。但是在这生死关头之际，紫菱的内心是极其脆弱的，楚风在这个时候为她出头，一表心意，是最容易打动她的。反正生死难测，楚风决定在这个时候拼一下，拼这位金袍戒灵师，还会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个生存下去的机会。前辈，我恳求你放过他，不要折磨他，有什么事请您冲我来，我代替他来受罪。楚风拍着胸脯说道，大有一副紫菱的罪过由他来扛的架势。
有趣，你这姑娘还挺有魅力，竟能让这样一个优秀的少年此般对你。金袍界灵师看了眼紫菱，随后又对楚风说道：“他的罪不能你代受，不过既然你执意救他，我也就给你一个机会。”说话间，他袖袍一挥，伸出手掌对着楚风轻轻一指，只见楚风所在的殿堂之中便萦绕出刺骨的寒气，那寒气极其霸道，几乎瞬间便将这座殿堂化作了一座冰窖。楚风的四周皆化为冰，哪怕楚风以玄力抵挡，但却也被那寒气侵体，此刻肌肤之上凝聚成一层层冰霜，并且那冰霜还在急剧增加。紧随其后，那金袍界灵师又对着虚空舞动手指，很快的，在楚风的面前竟浮现出一幅高达2米、长达10米的画卷。记住这画卷的内容，金袍界灵师开口道。事实上，在金袍界灵师开口之前，楚风已是将目光投射到那幅画卷之上，用心的去铭记那画卷的内容。可是金袍界灵师话音刚落之际，他的大袖却是突然挥动，与此同时，那张画卷也是4分5裂，散落在了这浩瀚的殿堂之间。半个时辰之内，将这幅画卷恢复原样，他便可得救。半个时辰之内，若无法恢复这幅画卷，那么他将被这结界锁链，勒成4分5裂。你的心上人将连具全尸都不剩。金袍界灵师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也不犹豫，身形一纵，大手一挥，玄力四溢而出，便想将那些飘荡在浩瀚大殿的画卷残片聚拢而来。然而令他无奈的是，他的力量居然无法调动那些画卷残片。最令他吃惊的是，此刻他在这大殿内竟然无法施展出任何武技，并且双脚异常的沉重，每踏出一步都是极其费力。与此同时，那刺骨的寒气正在不断侵蚀楚风的身体。楚风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僵硬，渐渐的要失去对身体的掌控力。可恶，你竟然封锁住了我的力量！你这样做，我怎么可能在半个时辰内恢复这幅画卷？楚风有些气愤，那金袍界灵师简直是给他出了一道不可完成的难题。这就是你的事情了。金袍界灵师一笑，如同在看一场好戏，随后补充道：对了，虽说半个时辰内你无法恢复这幅画卷，你并不会死，但是这寒气之强，以你的修为根本无法撑过半个时辰。也就是说，无需半个时辰，你就会死。当然了，出口就在那里，你若不想死的话，随时可以离开。但是你若离开，那么他就必死。至于是要拼命救他，还是你们共葬于此，就看你自己的决定了。突然，那金袍界灵师一阵大笑，而在他的笑声之中，身体也是开始消散，最终融入了上方的殿堂之中。而就在那金袍界灵师消失之后，紫菱则是再度痛苦的尖叫起来。抬头观望，楚风惊愕地发现，那缠绕紫菱的金色结界锁链竟再度收缩，虽然收缩的力度很是缓慢，但是还是会对紫菱造成巨大的痛楚。这样下去，紫菱的身体真的会被这结界绳索勒坏。该死，我就不信我无法在半个时辰内恢复这幅画卷。见状，楚风也不再犹豫，血液之中的2道雷霆涌动，气息瞬息攀升到了玄武五重，而伴随着实力的提升，楚风的脚步也变得没有先前那么沉重，甚至可以跑动。于是，楚风开始在这满是寒气，如同冰窖一般的殿堂内四处搜集画卷残片。可是随着他在这冰窖内驻留的时间变长，寒气侵蚀他的力度也越来越强，楚风浑身上下都被寒霜包裹，走路越来越缓慢，肌肤正在失去生机。而看着楚风那样卖力地为自己争取活下去的机会，紫菱则是背驰紧合，尽量忍受着身体传来的剧痛，不再发出痛苦的叫声。不得不说，楚风的记忆力很好，他所拾取的每个画卷残片都能够摆放到正确的位置。只不过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楚风的身体已是渐渐难以支撑，到了最后甚至不断跌倒，浑身上下都开始颤抖着。楚风，你不要管我了，快走吧，不然我们都会死的。这一刻，紫菱也是于心不忍了，竟然劝楚风离开。闭嘴吧，丫头，我怎么可能置你于不顾？楚风强挤出一抹微笑，也不理会紫菱说什么，而是继续四处拾取画卷残片。可是此刻的楚风真的已经力不从心了，寒气已经深入骨髓，他的身体已经僵硬如铁，已经渐渐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权。终于，楚风无力地趴倒在了地上。楚风，你……而看着那已经无力地趴在地上，但却还在努力站起的楚风，紫菱似乎已经忘却了自己的身体传来的痛楚，因为他的内心在颤抖，他的灵魂在抖动，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楚风会真的不惜自己的性命来救自己。面对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人，这样拼命的救自己，紫菱无法做到不为其动容。这一刻，向来坚强的他竟然湿润了眼眶，突然大声呼喊起来：“你这家伙快走！我不需要你来救我，更不希望你为了救我而赔上自己的性命。你快走！你我本就非亲非故，你又不亏欠我什么，没必要这么帮我。你快走吧，快走，不要管我了。”这一次，紫菱是发自内心的，她不希望楚风因为自己而死，她希望楚风能活下去。毕竟她如今会被困在此处，完全是因为她的一己私心，完全是咎由自取，不关楚风的事。只不过楚风却依然不理他，而是直着的想要站起。而在已经无法站起的情况下，楚风则是毅然的选择爬行，用僵硬的双手和双脚一点一点的移动自己的身体。开始，楚风只是想尽力去解救紫菱，若是无法救下的情况下，楚风也会选择离开，不想因为紫菱而葬送自己的性命。但是当紫菱劝他离开之际，楚风的心头却是一颤，他竟然动摇了，莫名其妙的涌现出了一种必须救下紫菱的想法，并且那种想法越来越坚实，到的现在已是坚不可摧，无法动摇。虽然楚风要救紫菱的决心已是不可动摇，
但是他的身体却早已力不从心。现在他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意识变得模糊，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拼凑完整的画卷，救下紫菱。但是这个念头却无法支撑他继续做下去。最终，楚风身体一瘫，无力地趴在了地上，已是陷入昏迷。而当楚风昏迷之后，便无法运转玄力抵挡体外的寒气，寒气如同无形的凶猛野兽，自四面八方向楚风围攻而来，很快便将楚风凝结成了一个大冰块，彻底将他冻结了。楚风，而见到这一幕，紫菱则是面容大变，开始歇斯底里地呼喊起来。此时此刻的玄力被封，精神力也无法动用，根本不知道楚风究竟怎么样，还以为楚风已死去。只要想到已经死去，并且是因为自己而死，他那眼眸之中的泪水便如泄闸的洪水一般哗哗流下，浸湿了他那绝美的脸颊。虽然实力不济，但是毅力可嘉。看来这小子是铁了心要救你。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自己一个人逃离。可就在这时，那金袍界灵师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紫菱的身旁，对紫菱说道：“想看看他有多爱你吗？”话罢，他也不待紫菱回答，袖袍对着下方的殿堂甩了几下，那覆盖在下方殿堂的寒气便被他收入了袖袍之内。这一刻，下方的殿堂竟然恢复了先前的模样，甚至一丝寒气都没有留下。只不过楚风可就是模样大变，此刻的楚风竟然已经面目全非，浑身上下的表皮全都是裂痕，甚至有的地方已经溃烂，露出了森森白骨，满身都是深入骨髓的冻伤。楚风看着这样的楚风，紫菱的眼睛猛然放大，微张的小嘴之中映射着内心深处说不出的震撼。看到了吧，他身体承受的痛楚可比你严重的多，但是他坚持到了现在。你说支撑他的是什么？金袍界灵师笑问道。而此刻的紫菱早已哭得泣不成声，连话都说不出来。小姑娘，有这么一个爱你的人，应该好好珍惜才是。我留下此处遗迹，为的就是留给有缘之人。不过可惜有些人太过贪心，所以我并未全部赠予。这9段武技就送给你们了，希望你们2个小家伙能早日成长起来，在那片群英荟萃的土地，有一日能看到你们2人的身影。金袍界灵师淡然一笑，身体便消散开来，化作了满天的七色光华。那七色光华从天而降，落在紫菱身上之际，竟使得那捆绑紫菱的金色结界所便消失。而当那七色光华落在楚风的身上之时，楚风那残缺不全的肉体竟然瞬息痊愈。楚风这一刻恢复自由的紫菱娇躯一纵，便来到了楚风身前，将那趴在地上的楚风搀扶而起。楚风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脸上还挂着痛苦的表情。紫菱捏，而当其看到眼前的紫菱之后，则是瞳孔猛然一缩，恍然大惊，不由得抬头观望四周，发现一切都是如此的正常。那刺骨的寒气消失得非常彻底，仿佛从来就未出现过一般。我刚刚不会是中了幻象阵吧？楚风揉了揉脑袋，怀疑自己先前经历的只是幻想。不是幻想，一切都是真的，是你的毅力感动了他，是你救了我。见楚风苏醒后，紫菱竟然娇躯一倒，主动扑入了楚风的怀中，紧紧地抱住了楚风。这一刻，楚风有些发愣，因为幸福来得也太过突然了，紫菱就这么被自己搞定了。但是不管怎样，至少这是楚风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也不客气，双臂一张，便紧紧地抱住了紫菱的星号。你干什么？可谁曾想，楚风刚刚碰到紫菱，紫菱的玉体便不由剧烈一颤，下意识地挣脱了楚风，那夹带着阵阵风声的手掌也是朝着楚风的脸颊扇去。不过好在，就在那手掌距离楚风的脸颊半寸的时候，却又停了下来，这才使得楚风逃过一劫。看了一眼楚风，紫菱的脸上涌现出一抹羞愧，随后站起身来，身形一纵，竟再次掠上了上方的殿堂，探手向那9段武技抓去。紫菱捏，看到这一幕，楚风吓得心惊肉跳，心想这丫头可真是要钱不要命，好不容易脱困，竟然还惦记那9段武技，这也太不长记性了。可是谁曾想，这一次紫菱竟然成功的将那9段武技握在了手中，随后飘然而下。而当紫菱再次落地之时，则是握住楚风的左手，把那9段武技强行塞入了楚风的手中，说道：“这个你留着吧。”看着手中的武技，楚风有些犹豫，因为之前明明说好武技给紫菱，玄耀给自己的，这个武技无论怎么说都应该给紫菱。可是这毕竟是9段武技，9州大陆没人修炼过的武技，将这种武技送人，楚风者食肉疼。楚风将这9段武技给他，只要你将这武技给他，也许就能在此刻俘获他的心，这丫头也许会因此爱上你。区一本9段武技怎么能比得上天赐神体所带给你的好处？这还需要犹豫吗？可就在楚风犹豫之际，淡淡提醒的声音却是突然在耳边响起。而在淡淡的提醒下，楚风则是咬了咬牙，随后趁紫菱不备，闪电般的出手，将那手中的9段武技拍到了紫菱的脑门之上。就当那9段武技与紫菱脑门接触的一刹那，便化为一缕光芒，钻入了紫菱的大脑，消失不见。楚风捏，对于楚风的举动，紫菱满面的吃惊，美眸瞪得溜圆，小嘴也是微微张起，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楚风竟然会主动将这9段武技灌输于他。要知道，这可不是普通的武技，乃是9段武技啊！说话算话，说好武技是你的，就是你的。楚风笑嘻嘻的道，显得一脸无所谓。看着那样从容的楚风，紫菱的内心则是急剧变化，有着说不出的感觉。于是他低声说道：“楚风，谢谢你。谢什么谢？对了，这武技真的是9段武技吗？”楚风无所谓的摆了摆手，但随后还是好奇的追问起来：“是9段武技，非常厉害。看来这里的主人是一位超级高手。”紫菱点了点头：“是啊，
他留下的一道神识都如此厉害，若是他本尊，那岂不是更加利奥的？不过这一记显然有些年头了。若是那位金袍戒灵师真的就是这里的主人，那他岂不是活了很多年？那如今的他会是怎样的境界？楚风说道：“这里虽然没有1000年那般久远，但几百年的年头肯定是有了。若是武军强者步入巅峰的话，几百年的寿命不是没有可能。若是武王境界，那就更另当别论了。何况他是戒灵师，寿命比寻常人总是要长一些。”紫菱解释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但他也发现紫菱知道的东西似乎不比他少，甚至还要多上一些，至少在修武境界上，比楚风知道的还要详细。可就在这时，殿堂中心的石台竟然开始隆隆作响，映射在上层殿堂的七色光芒也是急速消退，最终那存放9段武技的殿堂消失了，岩石打造的顶部回来了。但是那石台的隆隆响声却并没有就此消散，而是越来越响，并且伴随着那响声，这石台竟然开始缓缓向下沉去。而当那石台下落之后，楚风和紫菱惊愕地发现，这竟然是一座通道。虽然通道很窄小，但的确是一座通道，竟然另有乾坤。楚风大喜，先以精神力探测一番，发现并无危险后，便率先走了下去。紫菱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了过来。顺着通道走了大概1000米之后，前方出现了一道透明门，这结界门是透明的，能够看到门外的一切。这是……而当楚风与紫菱看到那结界门外的一切后，二人皆是大惊。这同样是一座殿堂，且这座殿堂与楚风二人刚刚所在的殿堂一模一样，只不过在这座殿堂的中心则悬浮着一座圆形的石台。这座石台很大，直径足有100米，像是一个小型的广场，就这样忽上忽下的悬浮在浩瀚殿堂的半空之中，异常神奇。不过这并非重点，重点是此刻在那石台正散发着一束光芒，笼罩而下，在那光芒之中，竟有者88人盘坐在地上。这88人正是8方势力所派出的顶尖高手，只不过此刻的他们脸色可不好看，双掌叠加，浑身颤动，正在运转天力，抵挡着什么。突然，一位天武境一众的老者身体剧烈一颤，大口鲜血喷洒了出来，无力地趴在地上后，便开始痛苦地挣扎，悲惨的大叫。在他挣扎的过程中，他的身躯竟然开始变得扭曲，体内不断传来噼里啪啦的响声，就像浑身的骨骼都在粉碎。与此同时，肉体也是开始变化，最终竟化为了一滩血水。看着这样一幕，楚风与紫菱四目相对，二人皆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将一位天武一众的强者硬生生地化为了血水，那将是怎样可怕的力量？可恶，竟然中计了！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宝藏，是一座幻象阵，我们上当了！眼见这一幕，一位身穿火红色长袍的中年男子愤怒地咆哮起来。这位乃是天武五重的高手，火神谷的谷主。火神谷主，若不是你太过心急，见到有宝藏便飞跃而来，我等也不至于跟着你一同踏入这座幻象阵。此时此刻，陷入这大阵之中，无法逃脱。一名双眉如剑的黑发男子冷哼一声，而这位竟同样有着天武五重的修为，乃是剑神谷的谷主。放屁！若不是你们同样怀有私心，何必跟随我一同闯入此处？火神谷主怒喝道：“全都给我闭嘴！此阵威力如此之强，你们不专心抵挡，还有闲心浪费体力斗嘴，都想死于此处不成？”突然，一位双鬓斑白的老者怒声喝道：“这位老者身穿蓝星号星号灵袍，虽然同为天武五重，但是他的气息极其浑厚，且在他的身上还挂着一个勋章，乃是戒灵公会的勋章，乃是戒灵公会的副会长。真不愧是戒灵师啊，竟然还知道保留体力，抵挡着大阵的威压。不过可惜啊，这座大阵可不是你们能够抵挡的。莫说是你们，恐怕将是皇朝的老祖宗来了，也难以在那大阵跨出一步，注定被炼化为血水。当你们从黑蝉的口中得知到达这里的地图之时，有没有想过，这里很可能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无耻的人类，你们真以为黑蝉会出卖我们吗？你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是故意被你们抓住，故意将这一切告知你们，故意引你们来送死的吧？和他们说这些干嘛？这就是一群自以为聪明的白痴，他们怎么能理解我们五兄弟之间的感情？虽说黑蝉的儿子对他来说很重要，但是我们几个兄弟，我们这万妖山的数百万妖兽，对黑蝉来说却更为重要。而就在这时，一道道刺耳的笑声在不远处响起，在这殿堂内走进4道身影，这竟是4只体型健硕、气息浑厚的妖兽，他们个个身穿铠甲，一只为蝎子头，一只蜈蚣头，一只蜘蛛头，一只毒蛇头，正是这万妖山的另外4位妖王。可恶，4个老怪物，有种放我出去，和我光明正大的斗上一场！元刚宗宗主愤怒咆哮，卑鄙的妖兽，只知道使用阴谋诡计，若是1对1交手，你们哪个是我对手？白藏教教主也是狰狞怒吼。然而对于他们的咆哮和辱骂，5大妖王倒是显得无所谓，只是哈哈大笑，随后说道：“论卑鄙，我们哪里比得过你们？要怪只能怪你们太贪心。算了，别和他们废话，还是快点将杀掉，以免夜长梦多。”蝎子王催促道：“不，我就是要看他们苦苦支撑，直到精疲力尽，最后被炼化为血水的过程。”蜈蚣王说道：“大哥，老二说的对，这座大阵可是师尊当年亲自布下，以通天阵法将骑兵的力量彻底发挥而出。别说是他们，就算是师尊自己走入这大阵，恐怕都难以脱困。这可是师尊亲口说过的。”蜘蛛王说道：“是啊，这群人渣作恶多端，直接杀了他们，未免也太便宜了。他们还是看着他们一点一点被折磨致死为好。”毒蛇王笑道：“骑兵，那座大阵内有骑兵不成？”听得此话，楚风心中大喜，赶忙将精神力扩散而出，
竟然真的穿越了那透明结界门，覆盖到了那散发奇光的圆形石台之上。紫灵在那上面真的有一把奇兵，天哪！看来我们这次是走大运了。楚风狂喜，是的，那把奇兵就是这座大阵的原动力，只要把那奇兵拿走，这座大阵就会解开。紫灵的精神力比楚风还要强，他不仅观察到在那圆形的石台上面有把奇兵，还观察出那把奇兵就是这座大阵的关键所在。真的，这样说来，只要拿到那件奇兵，岂不是就能将八方势力的人救出来了？听得此话，楚风大喜。什么？你要救他们？紫灵神情微微变化，脸上涌现出不解之色。戒灵公会的人对我有恩，我不能让戒灵公会的人就这么死去。何况那是副会长，他若死了，对戒灵公会的影响会很大，我不能见死不救。楚风点了点头。对于其他人的生死，楚风根本不在乎，但是戒灵公会的人，他却不能不管。毕竟戒灵公会的人对楚风一直不错，曾多次帮过自己。当初在修罗鬼塔闹事之后，若不是戒灵公会极力保护，也许楚风还没走出戒州，就被戒氏族人杀了。所以楚风很想救出戒灵公会的人。你知道这多冒险吗？要救他们，我们将面临的可是4位实力在天无五重的妖王。当初的黑禅王你见识过了，你知道他有多强的。但是你知不知道，黑禅王在5大妖王之中只能排到老5，这5大妖王的排名可是按照实力排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救那些人，那么此刻我们要面对的可就是4只比黑禅王还要可怕的怪物。紫灵凝重地讲述道：“紫灵，那里面可是有你的衣服，难道你真的要对他见死不救？你于心何然？”楚风虽然知道紫灵手段很辣，但却没有想不到紫灵会如此的冷血。他做我义父，不过是想拴住我爷爷，为他至尊山庄做事罢了。我与他没有半点亲情可言。紫灵撇了撇嘴，随后又对楚风劝道：“楚风，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等到他们所有人都死去了，妖王离开后，我们再出去，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骑兵。何必冒这个风险？那么你就能够保证，当所有人都被炼化为血水之后，妖王会将那无价的骑兵留在这里，他们不会将那骑兵带走吗？如果是我，这样的宝贝绝对不会放在这里，只有放在自己的身上。何况他们有能力保护好这个宝贝，根本没必要存放在这里。”楚风辩解道。而这一刻，紫灵的眼眸则是一阵闪烁，不由得缓缓低下了头，陷入了沉默。看到紫灵这样，楚风的心弦则是一跳，还以为是自己的话语太过激烈，刺伤了紫灵。刚想开口安抚，紫灵却猛然抬起头来，对楚风说道：“那好，我出去引走他们，你趁机去拿骑兵。若是无法拿到骑兵，你转身就跑，不要管我。不行，我的速度比你要快，我可以直接出手去拿骑兵，拿到了就拿到了，拿不到我也可以全身而退。”楚风说道：“谁说你的速度比我快的？”突然，紫灵的眼眸化为了紫色，与此同时，一层层紫色气焰也是自其体内涌动而出。那紫色的气焰非常强大，简直恐怖至极。在其浮现之际，那强大的气息直接将楚风逼退了数步，险些没有摔倒在地。你要动用身体的力量，不就暴露了你是天赐神体的身份？见状，楚风满面担忧。虽然此刻的紫灵的确很强，甚至比那些天5、2中的强者还要强，可是就算如此，还远远不是4位妖王的对手。最主要的是，楚风担心紫灵暴露自己天赐神体的事情，惹来姜氏皇朝的追杀。